2025年7月5日将发生毁灭性大地震，日本1/3国土将沉没，大海啸席卷周边，包括台湾海岸也难幸免。一时间，各社群平台出现许多影片和文章渲染这个日期的灾难命运，浏览量破亿，不少人因此取消赴日旅游，甚至开始囤积粮食、防灾物资。这起预言最初的源头来自一位日本漫画家龙树亮的梦境记录。龙树亮在1999年出版的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中，记载了他自22岁起反复出现的预知梦，其中最知名的一则，梦到了2011年3月的大灾难，事后竟与东日本311大地震的时间巧合吻合，让这本冷门漫画在震灾后突然爆红。由于龙树亮过去的预言似乎多次应验，例如戴安娜王妃逝世、911恐袭、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他甚至被媒体称为日本盲眼龙婆，意指东方的88万家式人物。在这本漫画的新章节中，龙树亮描述了他2度梦见的灾难场景，时间锁定在2025年7月5日凌晨4点18分，地点是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域。他梦中的画面十分惊悚，海底突然发生大规模爆炸，海床裂开巨大的裂缝，并有岩浆猛烈喷出，瞬间掀起100米高的巨浪，海啸扑向四周陆地，灾难波及范围呈菱形，从日本往西延伸至台湾，南抵印尼摩洛泰岛，东达北马里亚纳群岛。更离奇的是，他还梦见2条龙形的光影从太平洋飞入爆炸核心，如同某种神秘征兆。梦中所有人皆穿着短袖衣物，因此推测事件发生于夏季，而7月正好符合这点。龙树亮这段7月5日大灾难的梦境描述，经网友翻译转载后，在全球范围引发热议，一些耸动的二手讯息更添油加醋，将其渲染成超越311的末日级地震。不少人因此对该日期产生恐慌与不安，害怕历史将重演他预知311大地震的情景。事实上，相关话题影片短时间内暴增超过1400支，累计点击破亿。日本各地的旅游业也受到牵连，东京有旅行社爆出今年暑假订团数在5月骤减60%，甚至有超商推出7月5日生存套装防灾组合包贩售，连宠物用救生衣都配齐，借此满足人们的不安心理。可以说，这场漫画梦境引发的预言狂热已透过网络发酵成一场全球范围的集体恐慌事件。有趣的是，这次7月5日大地震传言并非只有龙树亮的梦境版本，一些网络内容创作者和阴谋论者还提供了其他版本的说法，可谓众说纷纭。灵异预言版，部分自称未来观察者、通灵师的人在社群发布讯息，声称透过冥想或神灵指引，他们收到宇宙警示，7月5日将有大地震或海啸袭击日本，有的甚至言及核灾难，他们将此称作某种神谕或古老文明的警告，制造出末日降临的宿命感。天文意象版，另一类说法试图将这天的灾难与特殊天文现象联系起来。一些帖子提到所谓太阳风暴、行星连珠、行星排列或超级月亮发生在附近时期，暗示这些宇宙因素会引发地壳巨变。例如，有命理师指出，2025年适逢太阴化忌，上半年已发生多次强震，下半年逢满月前后则更要慎防海啸地震。他特别示警7月份可能是关键转折点，因太阳磁暴与地壳能量在此时交汇，引发共振效应。也有人引用占星预测称，2025年上半年土星与月亮交汇，水象领域象征海洋，灾害频发，首当其冲的地区正是南海与台湾附近，可能出现地震与海啸。AI 假讯息版，随着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普及，社群上也流传着一些 AI 自动生成的短影片与配音解说。这些影片通常用紧张的语气与煽情画面报道所谓震惊消息，乍看磅礴正式新闻播报，但实际内容经不起推敲。AI 影片混杂事实与虚构，使部分民众误以为官方真的发布了地震预警，加剧了讯息的误传。除此之外，更有甚者将这场预言上升到阴谋论层面。一位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宝江邦夫就跳出来接棒发声，提供了一套惊人的剧本。宝江邦夫本是备受尊敬的学者，
曾在天文领域取得博士，也推导出知名的安江方程式。然而他近年来涉猎超自然话题，成为颇具争议性的科学圈人物。对于龙树亮这场梦境预言，宝江邦夫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但后来据称收到了2条极具说服力的机密讯息，让他开始认真看待此事。根据宝江邦夫的爆料，他从一位 NASA 内部人士处私下得知，美方早已掌握一场将于2025年7月5日发生的灾难，精确时间就是凌晨4点18分，地点在日本南部外海，可能引发巨大海啸。巧合的是，这时间点与龙树亮梦中所见的4点18分不谋而合。由于人类若能提前2年精准预知灾难时刻，唯一可能的情境就是天体撞击事件，如小行星或彗星碎片。毕竟台风要到前几天才能预报路径，而地震火山更无法预测如此久远。因此宝江推测，龙树亮梦见的其实不是普通地震，而极可能是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所造成的灾难。他甚至推论，或许原本计算这颗小行星会在2025年8月撞击，但因轨道数据不断更新，预估撞击时间逐渐提前，最后落在7月初。假设如此，撞击地点很可能就在菲律宾海一带，引发剧烈海底爆炸和海啸波及周边。听起来，这与龙树亮梦中的场景竟然不谋而合。海底爆炸、岩浆喷发、百米海啸，确实更像陨石坠海，而非单纯板块地震。更离奇的还在后头。宝江邦夫透露，另一名美国政府高层也曾暗示他，7月5日的确会发生特大海啸。美方内部为此开过会，考虑过采取对应行动，但该名官员表示，由于某些原因，原本的灾难性行动后来被取消了。宝江含糊其辞的暗示，变数出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取消的关键原因与川普当选有关。然而他并未进一步说明究竟取消了什么，只留下一串模糊线索。这番话引来各种揣测，有人猜测所谓取消，指美军终止了一项核试验或武器实验，避免引发海啸。也有人认为指 NASA 秘密发射拦截任务，成功偏移了小行星。还有阴谋论者干脆推测，原本预言中的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为策划的毁灭行动。川普上台后，计划喊停了。对于宝江邦夫这些爆炸性的内幕说法，目前并无任何官方证据支持，一切仅是他个人的片面讯息整合与推论，无法经受科学验证。即便如此，这套 NASA 通报加川普叫停陨石的剧情，还是让不少网友宁可信其有，进一步强化了预言中的阴谋色彩。再加上泰国也有灵媒预言家跳出来附和称，7月将有灭世浩劫。印度知名的少年占星师阿南德也提前预告2025上半年东亚海域多灾。种种巧合庞佛指向同一时间点，预言与传闻透过网络交织发酵，使得这次7月5日之说愈加扑朔迷离，真相庞佛淹没在重重迷雾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信息风暴中，许多天文现象被错误解读乃至刻意夸大。其实7月5日前后并无特殊天象，当月的满月落在7月10日，距传闻日期将近1周，并非所谓满月当天。行星所谓连珠更是常见的松散排列，不会在同一直线上产生明显引力叠加。早在1982年，曾有畅销书《木星效应渲染行星大排列将于当年3月引发圣安德烈断层大地震》，但结果证明什么也没发生。而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距当年超级月亮3月19日还有8天之久。当日月亮距地球并非最近，也无日食发生。科学研究显示，潮汐力对地壳应力有微小影响，但尚无证据支持满月或超级月亮必然诱发大型地震。因此，把7月初可能出现的超级月亮、磁暴等天象视为灾难预兆，纯属误读与联想。正如专家所言，如果有人真能明确预测出地震发生的时间与地点，他应该先去领诺贝尔奖。这句官方玩笑道出预言可靠度的问题所在。面对铺天盖地的网络谣言，地震科学界和官方机构也陆续出面辟谣与回应。日本气象厅从2024年起特地在官网开设预言辟谣专栏，明确表示，一般来说，若有人声称能精确预测地震何时何地，多属谣言。此次7月5日传闻发酵后，
气象厅再次强调，目前没有任何可信的科学依据支持该日会发生毁灭性灾难。同时，日本政府官员和地震学者也纷纷澄清，截至目前，无任何权威机构发布过2025年7月5日将有巨大地震的预警或正式预测。换言之，这个特定日期完全是民间传言，非官方信息。科学家指出，以现今人类的知识，无法提前数月精确预测地震。地震预测一直是地球科学的难题。虽然我们了解板块运动终将引发应力释放，但无法确知确切何时何地会爆破。过去几十年，各国曾投入大量研究，希望寻找临震前可测指标，如岩石应力、地下水位、动物异常、电磁波等。然而迄今没有找到稳定可靠的前兆，可用来精确预报地震时间，尤其像7级以上强震，更是相当随机复杂的事件。一些成功预测往往属巧合，而大量失败预测则难登报端。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就比喻说，预言就像天气预报，与其纠结预报降雨概率40%，不如关注自己有没有带伞。同理，与其臆测某天会不会地震，不如平日就做好避难准备。举例而言，3.11东日本大地震确实出现了一次疑似前兆。主震前3天，当地发生规模 7.3 的强烈地震，许多人以为已经是主震，未料反而是更具灾难的前戏。但这种强震更强震的模式并不普遍，有时大地震前毫无预警，有时前震与主震间隔可能仅数秒或数分钟，依赖前震来预报，成功率极低。地震专家指出，目前全球整体地震活动其实处于相对超级平静期，规模6以上的强震频次不多。真正需要留意的，反而是若观测到某些地区异常的地震活跃，可能意味着能量累积接近临界。但截至目前，环太平洋地区虽有零星中强震，尚无科学监测到特定异常，足以印证7月初有巨震的猜测。台湾中央气象署也针对国人忧心此传闻，透过官方脸书专业发文说明，气象署引用日本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的数据，提醒大家理性看待网传预言。贴文指出，日本30年内发生规模8级以上大地震的几率约为80%，但换算成短时间的几率非常低。有地震学者郭凯文计算，以观光客在日本旅游1周为例，遇上8、9级强震的几率仅约1/1000，若只停留1日，风险更降至1/1000。因此他强调，单就7月5日这一天而言，发生超强震的概率微乎其微。这番科学数据无疑给恐慌中的大众一剂强心针。长期看，日本的确有强震风险，但落在特定一天的几率极低。对于预言热潮带来的心理压力，专家也呼吁大众不必过度恐慌。日本心理学教授佐藤良太团队发现，每当末日预言临近，心理咨询求助量会激增近50%，其中80%求助者其实并不相信预言本身，他们恐惧的是万一别人当真而引发混乱。也就是说，预言本身倒是其次，人们更担忧的是恐慌情绪的传染。这提醒我们理性面对网络信息，避免让谣言引发连锁反应，同样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综上所述，地震界的主流意见相当明确，2025年7月5日这天不过是平常周末一天，没有任何异常迹象显示会发生大灾变。不论日本气象厅、台湾气象署或各国专家皆未发布过这方面的警讯。网传的种种时间地点精确到分秒的预测，在科学上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唯一可以提前精准计时的灾难，只有小行星撞地球，而 NASA 的天体监测清单中并无发现2025年有如此危险的天体将撞击地球。因此，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所谓7月5日大地震预言缺乏科学事实依据，更大可能是一场网络谣言与集体想象的产物。这并非人类社会第一次陷入灾难预言的狂热。事实上，类似的末日传言此起彼落，一再被证伪后仍阴魂不散地卷土重来。从中世纪的神秘预言师到现代网络的病毒式传播，我们不妨回顾几个著名却落空的预言事件，或许对理解当前的情况有所启发。
诺查丹马斯于1999年，16世纪法国占星师诺查丹马斯在其诗集《百诗篇》中有一首著名的4行诗提到，1999年第7个月，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这被后世广泛解读为世界末日的预兆。当1999年接近时，全球许多人陷入恐慌，英国媒体甚至邀来邪教教主直播，等候末日降临。日本更有人因笃信此预言而卖房变现，购买大量罐头和干粮备灾。然而千禧年阳光照常升起，恐怖大王不见踪影，世界并未终结。事后有解释称，这诗其实影射的是1999年发生的重大人祸，如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空袭，并非真正世界末日。但不管如何，诺氏预言的光环从此暗淡了一截。玛雅历法与2012年提到末日预言，就不能不提轰动一时的2012玛雅末日论。有传言称，古玛雅人的长历法在2012年12月21日画下句点，预示那天是世界末日。随着好莱坞电影2012的推波助澜，全球许多人笃信不疑，甚至跑到中美洲圣地迎接重生。然而考古和历史学者早已辟谣，玛雅文献从未预测世界终结。2012年不过是他们历法一个大循环的结束，接着会进入下一个循环。果然2012年底并未发生任何毁灭性事件，全世界只等来一笔旅游账单和一场虚惊。玛雅长老甚至出面谴责末日，说纯属西方曲解他们文化的产物。2012的平安度过，再次证明了末日谣言的荒诞。各种地震预测乌龙，除了世界末日，大地震往往也是预言家们热衷的题材，但成功的例子寥寥。上世纪70年代，一位意大利民间地震研究者自称根据行星位置可推算地震，谣传他预言了2011年5月11日罗马大地震，结果该日罗马平安无事，却有成千上万市民信以为真，提前逃离城市，闹出一场虚惊。反倒是在距离罗马千里之外的西班牙，那天发生了一次中等强度地震，成为耐人寻味的巧合。最近的例子，比如日本冲绳的通灵者金城堡，声称东京湾会在2024年4月26日下午发生规模 8.3， 海啸高达30公尺的巨震，结果当天东京安然无恙，只是在较远的熊本县碰巧发生了一起小规模地震。日本专家早早就驳斥了金城堡的说法，果然此预言再次验证为失败。而类似这种精确到日期的地震预言，多半皆以失灵告终。台湾也曾出现坊间流言，称某年某月将有大地震，例如2018年网传一位地震专家警告当年4月会有大震袭台，结果时至今日并无兑现。屡验不爽的是预言的不可靠，而非预言本身。预言心理与文化现象，为何明知很多预言终成笑谈，人们却仍前仆后继地相信下一个？社会学者指出，末日预言其实满足了人们在动荡年代寻求意义和控制感的心理需求。当极端天气频发、疫情反复、经济震荡时，许多人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容易转向相信灾难将至的论调，以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准备或解脱。同时，人类历史上对世界终局的想象从未间断，从圣经启示录到玛雅传说，每个文化都有末世故事。这种深层的预言崇拜心理，让人对带有神秘色彩的预言甘之如饴。再者，现代网络的算法偏好耸动内容，末日话题因自带流量属性，更容易病毒式传播。可以说，预言热的背后，既有信息素养缺乏的因素，也反映出集体焦虑和媒体生态的现实。回顾以上种种案例，从诺查丹马斯到玛雅末日论，再到今日的7月5日大地震传言，它们有着惊人相似的剧本。先是某个被奉为权威的预言来源，古书、通灵者或科学家背书，接着描绘一个具体可怕的灾难场景，流星撞地球、超级地震、瘟疫战争等，最后通常留有模棱两可的转环、日期解读问题、象征性意义等等。每当预言破灭时，人们往往将日期往后顺延，继续等待下一个世界终结的日子。这庞佛成了一种顽强的文化心理轮回，预言不断死亡，又不断重生。撇开玄学与预言不谈，
台湾与日本确实处于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区域。无需预言家提醒，科学家早已敲响警钟，未来30年内，日本发生巨大地震的概率高得惊人。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估计，在该时段内发生8、9级超强震的概率约80%，其中尤以本州南岸的南海海槽断层带和北方千岛海沟最为危险。南海海槽沿线从骏河湾延伸至4国，九州外海是菲律宾海板块挤压欧亚板块的俯冲带。历史上每隔约100到200年就会爆发一次大型板块界面地震，上一次这里发生巨震已是将近80年前，昭和南海地震1946年 8.2 级，前一次昭和东南海地震1944年 8.4 级。自那以后，该区域地震沉寂了数十年。如今依照周期推算，南海海槽的危险性正在递增，处于临界高风险期。日本气象厅已公开警示南海海槽和千岛海沟非常危险，地壳活动周期接近临界点，需高度戒备。日本土木学会在2025年6月发布报告，更预测一旦南海海槽发生9级超强震，未来20年内日本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466兆日元，约新台币302兆元。而日本政府于同年3月的防灾会议中推演，最坏情境下罹难人数或近30万，直接死亡约24万，另有5万可能因灾后间接因素丧生。这些数据相当惊人，说明官方对可能到来的大震有多重视，同时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龙树亮的梦境预言能引发这么大回响，因为它巧合呼应了科学界早已担忧的真实风险。若南海海槽真的出现9级特大地震，最主要的威胁除了日本本土的强震与海啸，邻近国家如台湾也可能受到波及。中央气象署指出，倘若日本发生超强震并引发海啸，台湾包括东部、东北部沿海地区都需提高警戒。历史上，远方强震曾经对台湾造成海啸影响，例如1960年智利9.5级地震引发的太平洋海啸传至台东港，仍测得高达 1.1 公尺的浪高。又如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也在基隆港观测到约30公分的海啸升高记录。因此，气象署强调早已更新海啸通报系统，透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及时报收全球地震信息，一旦判定可能生成海啸，会分级发布预警并通知国内相关单位疏散。换言之，台湾对于邻国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是有所准备的。至于台湾本身的地震活动，近年来同样不可掉以轻心。台湾位处环太平洋火环带与菲律宾海板块碰撞带，每年有数千次有感地震，大地震的风险从未远离。1999年的921级及大地震 7.6 级造成2000余人罹难，2018年花莲地震 6.4 级和2022年台东花莲地震 6.8 级也造成数十人伤亡，建筑毁损。因此，不论网传预言准不准，台湾民众平时就应该有防震意识。好消息是，台湾的建筑防震设计和预警系统近年来已大幅提升。气象署的地震报告 App 和简讯警报能在强震抵达前几秒至10数秒发出警示，虽不能预报长期，但足以争取紧急避险时间。正如气象署在报地震贴文中提醒的，对灾害不需要过度担心，但平时应做好防灾准备。与其杞人忧天，不如脚踏实地，准备防灾包，规划好避难路线，定期检查物资。这些实际行动远比沉迷预言来得重要。综合专家看法，台日两国目前的确处在地震活动频繁期，但这是长时间尺度上的评估，无法细化到某一天。日本北海道大学地震专家郭凯文就分析，目前整体地震能量释放反而偏低，处于一种不寻常的平静。这意味着能量正在累积，但尚未爆发。真正值得留意的是，未来若观测到群聚性前震或地壳应力异常，那才可能是大震前兆。他特别提及北海道地区2大隐忧，一是北方的千岛海沟，二是西侧的日本海沿岸断层带。也就是说，从北海道到东到本州日本海一侧，整个日本列岛南北都有潜在危险。但他同时安抚大众，强调要参考科学评估，不必过度惶恐，防灾该做的做，该旅游玩乐还是可以照常进行。
随着2025年7月5日这天逐渐逼近，许多人紧张地等待看预言是否成真。然而回顾历史可知，从诺查丹马斯1999到玛雅2012，再到这次的漫画梦境2025，每一场末日狂热最终都证明只是一场人性的考验与信息传播的现象。我们无法保证地震不会在那天发生，但正如专家所言，自然灾害的发生从来无法被精确算定在某个日子。与其恐惧未知，不如把这份关注转化为提升防灾准备的动力。值得欣慰的是，预言的原作者龙树亮本人其实相当冷静客观，面对自己梦境在网上被过度解读，他选择在2025年出版新书《天使的遗言》自费澄清，并多次接受媒体访问辟谣。他一再呼吁大众理性看待灾难预知梦，强调创作初衷是希望唤起人们对防灾的重视，而非陷入恐慌。龙树亮表示，他对自己的梦境持开放态度，究竟如何解读，留给大家自行判断，但重点在于借此提醒世人重视安全，防患未然。他希望这份关注能转化为全民提高防灾意识的契机，而不是迷信某个日子的宿命。同样的观点也不约而同出现在许多专家学者的建议中。大自然的威力难以捉摸，但我们能做的是在平时就严阵以待，以科学视角理解灾害成因并做好准备。当谣言四起时，更需要一双慧眼去分辨真伪，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冷静与理性。与其相信那些捕风捉影的预言，不如脚踏实地检视一下自己家的防灾用品是否齐全，避难计划是否完善。如果这次7月5日大地震传闻能让更多人开始关心地震风险，学习防灾知识，或许反而是一件好事。正所谓化预言为准备，化恐惧为力量。最后，不妨引用东京大学山本教授的一句话作结：预言有点像天气预报，但重点不在预报本身，而在于你是否记得带伞。在地震这件事上，伞就是我们的防灾措施。预言终究可能只是无疾而终的一场心理剧，但防灾意识和准备却会在关键时刻真正救人一命。我们不需要世界末日来临才能开始重视生命的脆弱，每一天都应该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7月5日当天也许平平无奇，就如同过去无数次被预言的末日一样云淡风轻的过去，但无论如何，冷静思考和积极准备将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以理性之光驱散谣言迷雾，以科学之盾守护美好家园。既然预言尚未成真，那就让我们自己努力避免灾难成真。